欢迎收看北京讲文化大革命第17讲军事独裁及全民抓间谍那真是一个疯狂的岁月啊。那我们都知道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国性的全民性的政治运动，那么一旦发动起来，你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那么你这鼓动起来的广大人群之中它有多种的利益取向，那必然就形成了多种的这种政治派别谁也不可能完全控制各种派别在每一个节点上他的这种态度和行为方式。即便像毛泽东，他大权在握，他有至高无上的一个权威，他也控制不了每一步事态的发展，他不可能让文革完全按照他的设想去进行。所以我们这一讲讲到文革进行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各个地方都开始成立革委会，就是把原本的地方政府给瘫痪了，成立新的革委会。那我们来看看在成立时间上，我们就能感受到这种运动的不可控。比如说第一个成立革委会的是黑龙江省，1967年1月31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然后到3月20日中共中央才批准，就等于这个名字修正了一下，改名叫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个潘复生担任主任。那么第二个呢是山东省，1967年2月3日叫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然后到23日的时候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叫王孝瑜那么好，第三个是上海市，1967年2月5日，等于之前的这个叫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后来就改名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了那么主任是张春桥后来的四人帮之一。第四个是贵州省，1967年2月13日先成立的那个名字叫什么呢？叫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叫李在涵。第五个山西省，1967年3月18日就直接就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了，主任叫刘格平。第六个就北京市，67年4月20日成立的这个革委会，主任就是那个公安部长谢富治。好，那到此刚刚六个省市成立这个革委会，对吧？那你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种所谓的全面夺权你在67年的2、3、4差不多你就要看出眉目来了，但是没他想的那么容易很多地方这个夺不了权，无法瘫痪地方政府。有的地方呢是你夺权的这个派别不被中共中央所承认。所以从我们刚才念的4月20日北京成立革委会之后，将近4个月的时间没有新的革委会成立，全国还在闹。好，直到8月12日这个第7个革委会才成立，青海省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又过了3个月才有第8个成立的就是67年的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革委会成立主任叫滕海清。好，第9个天津市67年12月6日成立的。好，那么紧接着转就到68年了68年还特别的凑巧一个月成立仨。我们来看看1月份3个，1月5日江西省，1月24日甘肃省，1月27日河南省，然后2月3个，2月3日河北省，5日湖北省，21日广东省。到3月也是3月6日吉林省，23日江苏省，24日浙江省，然后4月又是3个，4月8日湖南省，10日宁夏，18日安徽。5月3个，5月1日陕西省，10日辽宁省，31日四川省。然后5月之后又过了3个月
到8月又是3个，8月13日云南省，14日福建省，26日广西自治区，就是我们上一讲讲的主任韦国清。好，接着到9月最后2个，9月5日同一天，西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都成立了这个区革委会。那么也就是从1967年的1月6日上海夺权成功，一直到刚才我们念的1968年9月5日，最后一个革委会成立也就经过了20个月的这种社会大动乱，多次反复，好，全都成立了革委会了，官方就又开始唱赞歌了喜称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谁宣布的呢？周恩来68年9月7日那一天，周恩来宣告全国山河都被染成胜利的红色。但是同时，你想想，全面染成红色，就是大家基调一样了呀，全国统一了呀，你不用再闹这个革命了呀，对不对？你应该宣告胜利就可以国泰民安了呀，不是？马上接着闹，接着清洗也就是说，同时周恩来号召全民要进行一场阶级大肃清，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开始了说要把账算清楚的时候到了，要揪出叛徒这个运动，说这个运动已经进行了几个月了，现在要成为举国瞩目的中心思想就是全国中国人都要干这个事儿。那他就会主宰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所有的中共党员的命运。那么从1968年的夏天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69年的秋天，有这1年多的时间往后有数百万人遭到迫害。那么这场运动是从康生1967年3月的时候策划的一个叫61人叛徒集团案，从那儿开始的。他呢是想用这个事情来说服毛泽东，说党内有数十名高层党员都是在1930年代曾经向国民党投降的叛徒。那么其实毛泽东呢也是利用这个案件他是要指控刘少奇叛国要搞死刘少奇因为这个罪名叛国是要判死刑的。那紧接着当时接下来几个月有超过5000名的干部受到调查，其中数百人最终落的是死亡的下场。那么案情呢在1968年的2月5日升高，领导阶层中呢就流传着一份报告就说呢仅仅在黑龙江省就揭发了100多人与这个61人叛徒集团有关，或者是两面派。这里边就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萧华等这些都是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这些人长期隐藏在党内，这个占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他们还结成了叛徒集团。好，这份报告就同时指出说这些人呢，他们是敌人特务，而且跟这个外国势力有联系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揪出来，逐出党外。1个月后，江青和这个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在1968年3月18日现身人民大会堂，说明右派就是革命的新敌人。康生呢就更进一步阐述说，文化大革命重大事件是把暗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揪出来，然后他宣布刘少奇是曾经向国民党和日本投降的大叛徒，说他妻子王光美是美国特务，也是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说彭真是特务叛徒彭德怀里通外国，罗瑞卿从来也没有加入过党，是个特务分子，说贺龙是土匪，陆定一是蒋介石雇佣的特务等等等等一堆。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康生一通的攻击，是不是输出？就在他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江青把身子往前一探，高喊了一句打倒邓小平。好，康生就立刻说邓小平是个逃兵也要被打倒好，1968年5月，毛泽东呢正式批准了这个运动进行。他还阅读了一份关于北京一家印刷厂的报告
就说这个在这个印刷厂内啊，就找到了20多个在解放后潜入了党内的敌方特务啊。毛泽东还说啊，我看过同类的材料中啊，这一个写的最好。然后呢，找这个敌方特务的工作，毛泽东就交给了这个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啊，各地的这个革委会。好，那整个就全国铺开了。革委会呢，他就开始利用这场运动啊，人呀都是在除掉自己的敌人啊，所以就在学校、工厂、政府办公室开始设置监牢，并且成立自己的起诉委员会，自己扮演法官、陪审员啊，和这个最后执行这些死刑啊、刑罚的这个执行的人，自己把所有角色都包了。那么好，这就如同啊，所有一党专政的国家是一样的，就是党内呢，它必须周期性的清除敌人，你不管这个敌人是真实的还是你假想中的。那么，因为呢，共产主义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无休无止的、无止境的这种肃清史。那么，当然了，这一次的运动呢，跟之前的运动还是有一点不同，就是文化大革命啊，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让党政军都元气大伤啊。那么，毛泽东呢，向来不满意这种毫无秩序的杂乱扩张的这种一党专政的机制，他不满意啊，因为这个权责重叠、利益冲突。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一个回应更积极的指挥系统，就是能让他的命令一言堂，他的命令能够迅速执行且不受质疑。那现在习近平基本想要的也是这么一个运行的机制啊。那么革委会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这就是毛泽东想要的。他瘫痪了这些地方政府，对吧？发动红卫兵，发动造反派，最终成立了革委会。但是这个革委会呢，是将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因为你只有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几个人手上，他才能这个行政命令这个效率是最快的并且他完全的忠诚于他上面的毛泽东。那么而且不仅是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且呢是受到军方的支配，就是各地的革委会因为所有这种省级的革委会里面大约有半数都是以军方的这个将领为首，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可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68年夏天开始已经基本上你看它已经变得很像是一个军事独裁国家了军事独裁国家。那毛泽东就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好，所以现在我们这两天比如说结合时事来说韩国这个戒严令，对吧？很多人在看笑话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韩国戒严令的内容，比如说接管管控这些媒体什么国会什么这管控那管控，对吧？但是这些东西是人家戒严令的时候觉得国家遇到紧急情况，我要颁布戒严令的时候才会出台的。但是这些内容中国一直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可以认为中国一直就处于戒严令之中，从来就没有挣脱出来过OK， 好，说回这个清党运动那在每个地方就开始开展了，从1968年夏天到1969年秋天进行的如火如荼，到处都查出了汉奸这就是一个全民抓间谍的时代那么上海一个地下组织说，这个地下组织从1920年就蓬勃发展当地有数千名在解放前就秘密入党的党员结果他们就全都受到调查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地下党就是你和这些什么敌人其实都是用一些各种双面交易欺诈这些手段，对吧？包括这个特务经常也要去变换着这个效忠的对象，哪怕是假装的，对不对？捏造一些证据或使用这个假的名字有的人长达20年以上。所以对于这些人曾经的地下党，你想去这个罗织他们的这些叛党的罪名非常的容易。所以当时在上海被揭发的地方组织共有39个，一共3600多人遭到关押、讯问和迫害。那么好，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后才入党的人呢
一样也受到调查。一共有将近17万人啊，当时受尽折磨。这些人当中有5400人啊，就是因此啊自杀，或者遭到殴打，或者被处决身亡。所以你看，加入共产党没有什么好下场啊，这些人。那么高层之中呢，也有受害者。在文革开始之前啊，掌控市党委的20名领导官员中，只有3个人没有被指责是这个叛徒汉奸和走资派啊，其他的都完蛋了。当然了，受害者绝大多数还是平民老百姓。那么任何与国外有联系的人，你都会变成可疑分子。在1949年之前啊，上海是一个大都会嘛，在那儿的外国人的数量仅次于纽约啊。外资当时啊，在上海的外资也比伦敦和巴黎还要多。所以当时只要30岁以上的人，你几乎都被牵连。你不可能说我跟这个什么外资或者外国人没打过交道啊，所以完蛋了。比如说举个例来说啊，有一位在日内瓦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他1929年来上海创立了上海音乐学院啊，不到10年就发展成了世界级的学术机构啊。那么好，这里边有一个人叫陈佑新，他呢担任这所学院的管弦系的主任，同时也是上海市管弦乐团头几名中国籍的成员之一啊。结果他从一栋摩天楼的屋顶跳楼自杀。那么民族音乐系的主任沈之白同样自杀身亡。到了1968年底啊，这所音乐学院有超过12人被逼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包括还有任何从事过国际贸易的人，看起来都很可疑。大家都受到这种残酷无情的威胁、压迫、审问、羞辱啊，最后呢，就被迫对以往的同事做出最荒唐的指控。所以这些指控加在一起，就是一出非常拙劣的谍报戏，也没有令人信服的主题、开头或结局。好，到1968年的这个夏天的北京的时候什么样呢？大约有68000人被告发，超过400名受害者遭殴打致死。在中学和大学里，迫害教师的人这个时候就不再是红卫兵了，而是换成了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就是问题是你谁是黑帮分子，谁是反革命啊？所有这些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标准去界定。那当然了，这里边那最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会被先挑出来接受公开批评啊。那么在这个学习班上啊，你可能对于这个毛泽东这个语录红宝书的一句话有所误解，你就已经犯了反革命罪行了。好，很快啊，这场运动真正的目标就显现出来了，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北京大学啊，那么这个失去权力的失势的这些校长啊，包括跟他关系密切的人就被挑出来啊。这个校长叫陆平啊，就说他跟彭真往来密切啊。好，这样的压力呢，对于某些人而言就会太过沉重，难以承受。所以在北京大学当时有23人自杀，其中1人喝杀虫剂，1人跳楼，多数受害者都是上吊。历史系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毕生都奉献给革命的忠贞的党员，他和妻子一起服下过量的安眠药，他们被发现时一起躺在床上，衣着整齐，面容安详。一位古代史的讲师被指控为间谍，其遗体在一间办公室被人发现，浑身是伤。这个系上还有1名行政人员自杀。北京和其他地方大专院校里的许多科系都传出了类似事件。到1969年春天啊，北京的受害者总数已经达到10万人，他们当中有死忠资本家、反动资本家、间谍、叛徒、反革命啊、反动知识分子。但其实呢，这些人啊，这些都是帽子啊，其实呢，绝大多数都是社会边缘人。
啊，也就是那些因为阶级背景差啊，被贬到社会底层的人，然后继续迫害你。好，看看全国啊，每个省的革命委员会都开始进行清算，有时以虚构的罪名指控他们的敌人，偶尔呢也找这个戴罪羔羊来去补齐啊这个定额，有多少反革命他们都会划定额啊，必须到达这个数字。其实呢就是借着这个运动来打压地方人民。那好，各地的县城啊也不落人后，你看河北省有76000多人在当局破获敌对组织的这种之后啊遭到关押，比如邱县啊有超过1000名受害者被囚禁，人数约占该县人口的1%，有40栋房屋被强制征收，因为当地的监狱已经不够用了啊。然后呢，还有许多人被指控啊属于由台北控制的一个叫新国民党的组织。那大家听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啊，说县内各地都出现了这些侦讯室，受害者呢就只能被迫的招供啊，因此就牵连了更多的人，数百户人家遭到突击搜查啊，去找这个罪证，这些地板呀、房屋啊、墙壁啊都打碎撬开啊。这个当地的这个革委会的主任有一句名言，叫杀一把抓一把再处理一把，于是就有700多人被逼死，1316人终身残疾。那么与此同时，农事荒废，产量骤降，使得半数当地人口生活在赤贫中。好，这个事儿最后发现，这个什么新国民党啊，这些整个事情是完全虚构出来的。那么好，河北的其他地方也都查出了这个新国民党的分支啊，说仅仅在这个威县一个村落，就有100多名嫌犯被吊在这个梁柱上毒打，一些村民啊被人用这个铁丝穿刺耳朵绑在一起。博各庄国营农场成立于1956年啊，位于该省港市这个唐山市市郊啊。那么这里有收容了10万名囚犯的劳改营，还有能有容这个数百名受害者啊的一个这种询问室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超过130人死亡。这个案数年后翻案的时候，那么很多人的这个遗体都找不回来了。那么这种运动啊，上层指示的去干，那么下面的各个的阶层啊，其实上都是在用这个机会，所谓的替天行道，其实都是报自己的私仇。当时全中国共有2000多个县，说绝大多数的县都有超过100人在这场阶级清理运动中被打死，或者被逼得自杀。有些县死去的受害者多达400-500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遍及全国、全民都参与的一个事情。还有一项统计指出啊，全广东省有4万人因为非自然因素而死亡。那么像广东这样的边境区域啊，就比其他地方更容易产生暴力事件，因为呢，它在这个边境地区啊，就会更容易说你是这个对于国家来说是不稳定因素啊。那么还有一些地区呢，它因为有很多的这些所谓少数民族啊，他们就一直会被怀疑对共产党有二心。比如说在这个云南啊，云南呢跟这个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啊。好，中国政府呢把当地1/3的人口划为少数民族。那么这些民族啊，其实它在历史上它就是经常的要翻越这个国界啊，甚至没有这个国界的概念，它就是往来啊，去做生意啊，或者跑来跑去的啊。说这个康生就对这个地区猜忌非常深，他就指控这个云南省的党委书记啊赵建民说你是暗藏的叛徒，国民党的间谍。那么当时这个公安部长谢富治，他曾经管理过云南，一直到59年，所以他在当地也有很多私人恩怨，他也在借着这个运动啊去这个报仇啊，所以他也支持康生。那么1968年1月，在京西宾馆的一场会议上，
这个赵建民就给调过来了啊。康生就指着他就骂，说我凭我革命40多年的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和党领导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好，就这一句话说完，一场运动就此展开。目的要查出赵建民在云南的间谍网，结果就数万人被牵连进来，其中有很多是少数民族。那么距离越南相当近的有一个重要的伊斯兰城镇叫这个沙甸，就说这是反革命据点，数百人就遭到了逮捕、羞辱、凌虐、关押。到1969年为止，这场政治迫害在云南省全省共造成17000人死亡，61000人终生残疾。我们再看看内蒙古，也是这样，也是笼罩在一片猜忌的疑云之下。说呢，这个1947年这个地方共产党跟这个斯大林红军一块配合，夺得了这个地区的控制权，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那么这个中国共产党呢，他就吸收了内蒙古人民党的党员。这个人民党呢是由苏联训练出来的，是一个蒙古人叫乌兰夫乌兰夫他呢在1930年创立的，他有一个称号叫蒙古王，这个乌兰夫他当时就成了省领导。但是呢，在这个大饥荒的时候这个极端集体化这些东西，他呢开始疏远毛泽东了，并且在1962年1月这个7000人大会上他严词地批判了大跃进。那么在内蒙古呢，他就开始放松对人民公社的控制了尽可能的也避开了由刘少奇后来带头进行的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以呢，在这个勿忘阶级斗争口号疯狂盛行之际乌兰夫呢就对于这个阶级差异的存在他表示了质疑。他说大多数牧民的脑子里是没有阶级的，强行划分阶级太主观了。好，1966年6月他就被招到北京出席多场会议，为期6周，令他精疲力尽。然后7月2号，刘少奇跟邓小平轮流的痛斥乌兰夫，就是把所有能想到的罪名都加到他身上，什么利用生产取代阶级斗争，鼓吹民族分裂主义，搞独立王国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等等。好，从此这个乌兰夫的身影就从众人眼前消失了。那么康生和谢富治在1968年初旧事重提，又开始针对这个内蒙古人民党的前成员发动了这个恐怖活动。所以你看，你加入共产党总有一天你会被清算。这些前成员就被质疑是间谍和叛徒。其实这些内蒙古人民党的党员大多数都是一般的这些蒙古的农民或者牧民但是他们就得承担这场运动带来的冲击。于是内蒙古各地都开始出现了刑讯室，有将近80万人遭到监禁、审讯，并在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就是对这个受害者的这些刑求手段即便是以文革的标准来看都极其恐怖，包括拔舌头、以钳子拔牙、挖掉眼睛，以这个烧热的这个铁在身体上烙印。妇女呢遭到性侵，她们的胸部、腹部和下体被人用火烧红的这个手杖烫伤。男性则被人以皮鞭抽打背部，打得皮开肉绽，有时甚至深可见骨。还有几个人被活活烧死。说虽然蒙古族占全省人口不到 10%， 却占了受害人数的 75% 以上，也就是大部分是蒙古族在遭受迫害在部分地区几乎每个蒙古人都被拘捕。呼和浩特铁路局的446名蒙古族员工里，只有2个人没有遭到迫害。所以蒙古族的这些精英干部、管理人员、学者、技师就被大举的消灭，蒙古语也禁止出现在任何出版物上。估计死亡总数从16000到23000人都有。所以这场运动你在蒙古族的角度来看，就是宛如种族灭绝一般。那么屠杀的主要煽动者就是担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这个将军滕海清。
1969年5月，毛泽东下令要他收手但是呢，这个人从来没有受到过制裁。内蒙古也进入军事控制状态，该省后来遭到分割，大部分土地被并入了邻近的省份。所以我们这一讲看到所谓的经过之前那么一通的折腾，各种的造反派武斗然后那个拿军队的武器去互相的攻击然后呢再去夺权，成立革委会。闹完之后总算各地都成立了革委会了，都宣布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之后呢，一片红之后的这一年，从68年到69年，这1年多的时间，又是无休无止的苦难又是一轮新的迫害，就是没完没了。好，到此刚到69年，文革开始到现在3年了，还有7年我们接着往下讲。感谢收看、订阅、分享。